人生的最高需求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。今天的主角西夏太师张元，1000年前的今天就做出了被宋投下的选择，并获得成功。张元本是北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人，在宋朝太祖赵匡胤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下，文人在宋朝往往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而与过往朝代不同的是，到宋朝时期，世袭的门阀制度已被打破。为了政治的稳定，宋朝皇帝吸收了大量寒门子弟入朝为官，中下小地主阶层可以通过科举获得向上攀升的通道，突破阶级。张元便是科举大军中的一员。可人生有时往往就是差了点运气。宋朝科举殿试采取的是末位淘汰制，张元数年寒窗苦读，终于考取举人，却在殿试中不幸遭处。眼见到手的功名付之一炬，心中的愤懑之情可想而知。为此还写下诗句：“好将金龙收拾取，莫教飞去别人家。”张元屡试不第后，并没有就此消沉，他仍然希望在宋朝建立一番功业，于是便与好友吴浩一起前往边关投军，以期建功立业。他们雇了几个人，拖着一块大石板在前面走，石板上刻着2个人嗟叹怀才不遇的诗句，他们则跟在后面吟诗大哭，希望以此引起边关统帅的重视。没想到边关统帅还真接见了他们，引他们入大帐聊了一会儿，大概是觉得话不投机，又把哥俩送回了原籍。回到家乡后，不知为什么事，张元被当地的县令打过一顿板子。听闻西夏国主李元昊招贤大士，有建国称帝的野心，这次侮辱更让他下定决心离开。宋朝大臣富弼奏书朝廷，元昊早蓄奸险，勿收豪杰，故不递举子数人自投于彼。元昊或授以将帅，或人之公卿，以为谋主。李元昊时期，西夏在宋夏边境地区发动人才战，广泛招揽在宋朝科举落地的知识分子，还张贴布告，以优厚待遇条件吸引宋朝专业技术人才，其中不乏熟谙冶炼铸造技术的能工巧匠。他们把中原先进的文化知识、科学技术带到西夏，促进西夏由先前的学习模仿发展到技术创新，在有些方面甚至领先宋朝。张元、吴浩2人初到西夏国境内，毕竟无名，仍无法直接求见国主元昊。为了引人注意，2人在一家酒楼里终日饮酒，高谈阔论，并用笔在墙壁上写下“张元、吴浩来饮此楼”。不久，此举被西夏的巡查发现，大胆狂生竟然触犯国主名讳。一看2人又是汉人的衣冠发型，以为是细作，便将他们拿下送于元昊。元昊问他们为何触犯其名讳，为何进入夏境时，2人大声说：“幸尚未理会，乃理会名耶。”元昊本姓拓跋，其先人曾先后受唐朝皇帝赐姓李和宋朝皇帝赐姓赵，可谓一人多姓。元昊听后非常惊奇，从来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，就释放了他们，并且委以重任。2人投下后，其家属被送羁縻随州。元昊派间谍剿宋朝的诏令释放他们，人未有知者，后乃闻悉入邻境作乐，迎此两家而去。张元入夏后颇得信任，元昊称帝建国后不久，即任命张元为中书令，后来吴浩也被重用。为了报答元昊的知遇之恩和对宋朝的刻骨仇恨，张元更加拼命地为元昊出谋划策。西夏书事记载，国有征伐，折参机密，常劝元昊取陕诱地，据官府行胜，东向而征，更结契丹兵，实窥河北，使中国一身2极，是难之也。不得不说，这真是一条见血封喉的毒计。公元1039年，李元昊以夏国皇帝的名义向宋仁宗赵祯下达国书后，宋夏之间爆发了长达3年之久的脸面之战。究竟是宗藩关系，还是国与国的关系？期间，好水川战役、定川寨战役都是在张元的一手策划之下，李元昊发起的攻宋战争。
好水川之战中，张元辅、祝元昊大败任辅等人率领的宋军，宋军仅阵亡就高达1万多人。望着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，西夏军师张元得意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，纪念自己屠杀昔日同胞的丰功伟绩。夏悚何曾悚，韩琦未足奇。满川龙虎辇，犹自说兵机。夏悚和韩琦都是宋朝的名相。张元写这首诗就是要告诉曾经看不上自己的宋朝君臣，我比你们的名相还厉害，让你们不用我，现在后悔了吗？正是这3年的宋夏战争，让李元昊最终取得脱宋自立的成功，在事实上和宋辽形成了3国鼎立的局面。直至靖康之耻发生之时，西夏都是宋朝西北边疆的劲敌。取得军事胜利之后，张元又用外交手段联络辽国，搞得宋朝鸡犬不宁。此役过后数年，宋仁宗赵祯痛定思痛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今后凡是参加科考的举人，只要取得殿试资格，都被录取为进士。朝廷不再实行太祖皇帝制定的殿试末尾淘汰制。赵祯和他的臣僚们都意识到一点：那些在千军万马中一路杀进殿试的读书人，都是潜在的治国之才，任何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张元的行为无疑是严重违背宣扬忠君爱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的，但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孤独。是留在宋朝送外卖，还是去西夏当总经理？读者的心中应该有了答案。韩信的经历同样如此，是留在楚霸王身边当看门大爷，还是去刘邦处当大将军？很多时候，人们不是害怕奋斗，而是看不见希望的一眼望到坟墓的绝望。张元确实做到了像国家爱我一样爱国。